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EHT， 各位观众，2022年新年快乐！迎接新的一年，我们规划了很多很棒的节目，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。今天要制作的是儿帝国海军的皇太子号战列舰的1917年版本，这是由小号手于2014年所推出的模型。小号手在1:350这个船舰比例上真的相当的良心，虽然比不上日本厂商如田空长古川般的模具那么精准，但在包装和 CP 值上是完全大胜的哟。船体较容易受损的部分还用泡棉包裹着，而通常需要额外购买的蚀刻片细节也都一并附赠，可以说是业界良心。我们先打开这个过度包装的船体，小号手真的是很怕快递撞伤了它。小心地剪下水口，我希望船底能尽量平滑。待会我会进行打磨。打磨处理，确保水口的凸起尽量消失。这里我先用3M 的低号数海绵砂纸进行打磨，再一层一层的用高号数水磨砂纸打磨。我们先粘上船体外侧的炮塔平台，这部分我会使用 ABS 胶水，大部分的时候 ABS 胶水在塑料上会比瞬间胶还坚固，但缺点是比较慢干燥。ABS 胶水也可以使用在制作无缝处理上，它的特性可以让塑料稍微融在一起，但切记不要涂得过多，它可能会毁了你的船。
块是船底的稳定翼，这里没有设计接口让你固定，我们可以先涂一些瞬间胶固定后再使用 ABS 胶水做结合。船身细节的孔盖，一战前的前无畏舰都有这样的设计。我们之后会做一期影片和大家聊聊船舰的历史。围栏制作，由于前方舰首形状特别，这里加工上还是比较困难的。这里制作的是吊船锚的吊车，这里我用金属片把吊臂重构了，原本的塑胶材质有些过于粗糙。我在这里制作了船上各处其他的吊车，我发现这艘船真的非常多吊车。一战前的前无畏舰普遍船身侧面都有高耸的装甲带，这使得救生船都在很高的位置，需要吊车做协助。接下来是喷涂前的遮盖，我的做法是先将交接处用细遮盖胶带做好分界，上方大面积再使用大胶带。舰底部这里使用了米斯特哈比的 H17 舰底色，混合些许田宫 X7 红色，喷笔型号为米斯特哈比 PS270。每层喷涂完成时，我会再喷上一层田宫 X12透明，让色泽更饱满，也能保护漆面。水性漆在干燥后相比油性漆还是较为脆弱的。黑色线条使用了米斯特哈比的 H18 黑铁色，混合米斯特哈比的 H12 消光黑。船身上半部采用了米斯特哈比的 H52 浅灰。开始就画第一层，我会使用黑色珐琅漆先做出材质纹理。使用珐琅漆可以避免做旧画时侵蚀到底部漆面，大家可以大胆放心地去试试看。珐琅漆味道较重，需要到通风处使用。木甲板为副厂推出的改造品，有些人喜欢用仿真的笔触来表现木板，这样的确在厚度上更为自然，但我个人偏好使用实木甲板，我喜欢这样材质带来的质感。这里是炮台制作，炮管采用了副厂的金属部品。
这里在制作塔台的支架，算是这艘船很棒的细节之一。烟囱部分也是需要留意水口的处理，最好能做到无缝处理是最棒。这里有一些细节我也蛮喜欢的，像是烟囱的支架，这使得细节变得细致许多。这里制作的是机枪，机枪在当时可说是相当先进的武器。再来是救生船的制作，这艘船在救生船这块有相当多细节可以表现。这里制作的是登船梯，这里由于接点相当小，即使使用瞬间胶也相当难粘贴，必须使用镊子压着等待其干燥，期间是不能抖动的，这部分让我抽筋了无数次。这块是10颗片构成的卷扬器，10颗片可以说是模型制作的苦药，过程让你揪心，结果让你开心。到这里，上层甲板的建筑与杂物都完成了，准备进入喷涂。
同样喷涂完成后进行旧化。这里在粘贴时我会选择白胶，白胶在干燥时不会造成周围白化现象，这在喷涂完成作品需要粘贴时很重要。这个甲板套件在救生船也附带了木甲板，装上去质感提升了许多。粘贴张线和套索方面，我选用了 0.1 张线，我认为这个大小在1:350的船上是比较有明显的效果的。最后，俄国军旗帜的粘贴，这艘船终于完成了。